近年来，其实我们都会发现说，假新闻、假消息这件事情是都得满天飞的。比较传统的这个媒体跟以前比，它已经失去了这个它的影响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年轻人可能他们也不一定有在看报纸或者是看电视，他们的消息的获取管道的一个来源其实不太一样。那其实在这个非常混乱的年代，媒体素养教育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学者提出说，它应该纳入就是这个中学课程里面。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公民教育或者是这个媒体素养的一个教育。所以就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时候，我们来就是一起讨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高兴，就是邀请到2位语坛人，在我这个最右边的这位他是郭朝和，对。大家好，大家好。是，应该不会陌生吧？应该有人看过，或者是有朋友转发过他写的文章这样子哦。另外一位就在我右手边的是书明，是书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可以去找，就是那个 Facebook 你可以就是 follow 他这样他曾担任就是大马财经资讯电视台 City Plus 的一个主持人然后节目企划与制作，然后他跟他的伙伴 Oliver 今天有来就是共同主持这个 podcast 叫无耻少女，非常欢迎大家 follow 这个 podcast。我先讲一下说我接下这个场子的我也要讲动机。反正大家知道这个生活节就办得很匆忙嘛，然后突然就打电话说要不要来办一场就媒体试读的这个东西。那媒体试读其实就是媒体的试读。什么是试呢？就是辨识与解读。什么是辨识呢？什么是解读呢？我现在就跟大家来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谁不知道我的请举手。好，这位小姐姐。你觉得你对我的第一印象，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干净。我从早上到这，很好，OK， 很好。还有谁啊？蓝衣服这位，帅。刚刚他已经跟我相识了，刚才我走市集，他跟我讲，是我网友，你不善。蓝衣服那位不懂我对吗？你觉得我的第一印象？帅。你不要。帅喽！干净又帅。OK。刚刚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体试读的例子。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假设呢，我们现在就是在网络上，然后他们2位不懂的，第一位可能就去发声，就针对我的外形就讲我是干净的，但其实我真的是干净吗？不确定嘛，不知道。但这个就是第一眼印象。那刚刚这位男生呢，他其实也不知道答什么，但突然有人先跟风丢出来说，帅，帅，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传播的过程。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网络上，第一个就是用片面的思考，让你就第一眼印象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有一些人是没有主见的，是这样子跟风。为什么要跟风？我们每个人身为这人的话，其实有一个潜意识，我们都不想被边缘化，我们都想成为圈子里面的人，我们都不想成为圈子的那条线或圈子外面的人。所以我们在说话的下意识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就算没有主见都好，那我尽量靠大队。我尽量靠一个大众去走的话，我至少安全，我至少不会被挑出来被放大。我为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用人来分析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几年随着社交媒体的一个这个崛起，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是一个自媒体了。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被动接收讯息的人，我们随时一句话，可能你在网络上看到一条狗，你对它说一个动作，然后被一个网民拍上去，突然就爆红了，你随时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了。所以现在活在这个时代呢，你会发现每个人不只是一个接收者，每个人可能还是一个制造者。你会发现大众媒体就是所谓的以前的报纸啊、电台、电视啊，他们要发一些讯息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立场，没有人是所谓的绝对的公正公平这回事。所有的媒体都有一点点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呢，跟现在所谓的自媒体不一样，是以前都是一堆人，你要审核一关。大众媒体是因为大家都有去不同的人去针对那个事情给了一个建议之后，最后是总结，会有一个相对公正的立场。所以事情是没有绝对公正，但是有相对这回事情。所谓的媒体素养，不只是包括我们的传统媒体，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在网络上的发言。
朝和说的都是一个自媒体的角度嘛，就是我们都身为这个创作者，那我可能可以就传统媒体的部分，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我当时在电台里面，我一天的工作，我的节目是晚班，大概6点左右，所以我早上8、9点的时候，我就会开眼，第一件事情就躺在床上，我就开始刷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把国内所有大小平台的新闻都看一遍，然后看一遍了之后呢，就像刚才朝和也有提到一个点，其实媒体都有自己的一个立场，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电台它的立场是什么，它的受众是谁，然后他可能想要听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从这些大小平台里面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听众或者是他有兴趣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是有目的性的去挑选我要讲什么东西。所以我挑选了这个主题之后呢，我就要开始思考 ，OK， 那这一个主题的话，我可以有几个面向可以去讨论。如果你们有在听电台的话，他们有时候有一些电台它是每个小时会有准点新闻的嘛，那准点新闻大概就是3到4分钟左右。其实这个3到4分钟听，只是念新闻而已啊。不过呢，它准备起来呢，也其实要花20到30分钟。那为什么要这么久呢？第一，我去选新闻的时候，我也要看。我只有4个 slot 嘛，我大概只要念4条新闻。那这4条新闻里面，我要选什么主题？那这每一条新闻，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它想要带出的是什么？它跟公众直接的利益是什么？例如说水灾的话 ，OK， 那我是要报道这哪一个地方有水灾吗？还是我要说哪一个 YB 他对于水灾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如果我报道了哪一个 YB 对于的看法了之后，我对 YB 的直接影响是什么？还是他会不会来针对电台来做一些什么？这些都是我要思考的。那我选了这些新闻之后，我还要看，这些新闻他写的人出发点是什么？他的日期是不是当天的一个新闻？还是说，我翻到其实很久很久之前的新闻，可是刚好有人在传，然后写的人是谁？那他写的东西是正确的吗？例如说水灾的话，这个 YB 他发表了这番言论，然后在新闻上面有看到这则新闻，那我就要去查回这个 YB 他的脸书还是他的一个官网上面，他真的有讲这些话吗？等等。所以整个东西弄起来4条新闻，它每一个的准备过程是非常的冗长的，因为我要再三的去核对，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吗？然后才把它浓缩，然后才选词，我要怎么样表达，最后你才听到这3到4分钟的读的新闻。所以在一些比较大型的电台里面，它会有专门的部门是去处理这些整点新闻的。可是刚才朝和也有说到说，大家都认为传统媒体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啊，这件事情我自己在这3年里面，我反而是一个问号。因为呢，我们每天的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看网上他在讨论些什么，他在传的是一些什么，然后那个就成为我们的素材之一。真的很容易是这样，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呢，它很常出现的东西都是所谓的 clickbait，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algorithm 演算法所推你要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连媒体人自己去搜索这些新闻的管道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反而是大家才是决定媒体人要去讲什么的，因为这个 algorithm 它是 based on 大家怎么去 like 一个新闻，你们的喜好是什么？所以其实现在的整个流程跟以往真的很不一样了。以往大家会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去钻研一个主题，或者是大家讨论出来，我们这个星期大概要做这几个，然后好几个记者，我们大家去分工合作啊，收集一些资料啊，然后再把它报道出来。可是现在，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赶那么多的新闻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我们是相互影响的。自从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后，我相信有一个情况，大家应该会在自己的个性上面会有自我发觉，是什么呢？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耐心。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即时软体叫做 WhatsApp 的，或者 Line， 还有什么 Messenger 之类的。以前你要躲一个人，你可以一直在躲嘛，老板啊找你，你可以一直躲，隔天才想不好意思，我才看到SMS。现在一个 WhatsApp 来，你就要立刻很心急了。你看到一个未读，你就会紧张了，就觉得我到底要不要点开？我什么时候要点开？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就变成在过去10多年，大家本来就没有耐心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即时通讯的关系，让大家没有耐心这个东西的这个忍受度恶化，对，忍受度恶化了。那在媒体也一样，譬如说李子嘉打了什么拳击赛，大家都懂了，社交媒体立刻传。但如果传统媒体像报纸好了，因为他们有特定的出版时间，你等得到明天早上吗？
明天早上还出来还是李子嘉夺冠军，但是对大家来说，这个已经是旧闻了。这个就是媒体在竞争上面的一个劣势。所以现在的传统媒体当然要生存啊，生存知道什么？他们也推即时短讯、Facebook Live 之类。以前我们做记者的时候就是回去写就算了。现在记者很惨到现场还要自己 live 啊！以前会觉得我口条不好，我写啊。现在我做记者，我不只是要写，我口条也要好啊。我可能出去的时候我在想，惨了，我要不要化妆一下？现在做记者也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行业，然后报馆也要即时新闻，因为也要抢。以前的时候就是依赖3大传统媒体嘛，但是现在广告商可能就不需要打这些传统媒体，他们直接对 YouTuber， 直接对不同的这些网络的创作者，大家常常讲一句话：流量决定一切，这个就是根源。所以为什么现在连报馆都要抢流量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家媒体的新闻一打开，每一家媒体的那个点击率 like share 多少一目了然。假设大报、新洲日报的广告商去找大家知道广告商是来自新洲，给你面子，因为你是大报，你的东西很有公信力，很多人都看。但现在你同样是新洲的广告商去的时候，人家觉得你大报又怎样？你流量在哪里？就像刚刚舒米讲的，为什么被一个东西坑了？那个东西叫做演算法。所以演算法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的东西，它不只是让很多的传统的媒体人受困在这个演算法，就连很多现在的所谓的 YouTuber 之类，都分分钟一直要非常紧盯这个演算法随时的改变，因为你一改变，你突然就会发现，平常我用这样子的 keyword，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我应该可能吸引到所谓的基本盘，但突然某一天醒来，为什么我的东西都是一直流量在跌？就分分钟可能你的演算法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它可能又改一些东西，包括说你写的某些的用词，你的 keyword 是没有在新的演算法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你的被推送到大家面前的这个流量就会低了。很多人说就是媒体堕落是因为流量的关系，这个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因果在哪里，所以呢。是否能解答这个问题？我目前来讲，我只能说我们都还在观察。所谓的大众媒介大家都是已经经过长期积累的发展，几十年的历史才变成现在的文化的。我们的网络真正到现在十来年左右，所以相对起这些大哥大姐，就像一个 baby 而已。所以我自己看待网络的生态就是这样子。现在网络其实是处于一个叛逆期，你根本没有一个准则，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人跟你说网络到底是对是错，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之一，每个人其实也是定制这个网络规则的共犯。你是孩子之一，你也是父母，你怎样从这个网络吸取资讯，你同样是怎样用一个回馈的方式赋予它营养，这个东西是大家都不能切割的。所以有一个词我一直感同身受，同温层。你会发现为什么呢？看到新闻跟另外一批看到新闻，有发生这个事情吗？这我不懂的，这就是所谓的演算法之后帮你归类的同温层。所以从一个同温层的角度，你就可以发现你自己的社交的生态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关于同温层这件事，OK，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前3个月还是前4个月我才刚刚结束在电台工作，所以我现在在工作的这一个平台呢，它是一个新的声音平台，然后不瞒大家说，它后面的这个母公司是中国的哔哩哔哩。然后关于同温层这件事情很有趣的地方是，我的中国主管他在前几个星期也来到了马来西亚，然后他就收我了一个非常我只能说是一个很厉害的 data 的 analysis 的页面。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例如说 Spotify 好了，大家可以猜测 Apple 的用户大概占多少%吗？50、73 ，OK， 好，那个答案是12%。我跟你讲 ，Apple 用户大概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你们同温层后Apple user 其实很少而已 ，OK。不过Instagram 大家可以猜猜看它的 retention rate， 就是守在 Instagram 上面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大家可以猜猜看，一个人平均一个人大概是多长？2小时、3个小时、5个小时 ，OK， 差不多，其实大概4个小时左右。我们来重要 TikTok， 大家猜猜看多少个小时
2个小时。7个小时。7个小时，我们要打破同温层哦。我们现在是要全马哦，所以不止华人啊。8个。6个小时。哎，大家你们知道你们自己讲的，就是我大概上班时间都在刷 TikTok， 好吗？连续这样子哈。7、6啊，对，是7个小时。我其实在进这个公司差不多2个月而已，所以在这2个月里面，我有一个蛮震撼教育的部分。在这个市场上面真正赚钱的一些大家看的这个内容的平台，其实它都是抓准你喜欢什么去做什么的。整个东西媒体哦，你再也看不到有单一垄断的可能性了，全部都是分散。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流行字眼出来了嘛，这几年叫做碎片化，东西碎掉了。但是我自己只是在要求每个人，你们在参与每一个媒体的过程中，一直在提醒自己，我到底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媒体？譬如说到现在啊，我没有玩抖音的，我最主要也是脸书跟 Insta， 因为我没有这样多7、8个小时一起去说，我会觉得好累啊，而且我会觉得说，当你一直被所谓的脸书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资讯带着走的时候，你其实到最后你会分不清楚现实跟虚拟的界限在哪里？你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工作上的效率是绝对跟你刷的时间成反比的。你越说越久，你会发现除非你是相关的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你研究这些事是为了研究这些人的习性，你是在创造需求。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好像在主动在说很多资讯，你在吸收。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脑啊，其实就是一个 hard disk 包，你感觉装了很多。但你没有分辨能力，你知道这个话题我懂，那个话题我懂，但要你延伸去讨论好跟坏，你可能连基本的好跟坏你都无法去辨别。怎样去辨别媒体传递的资讯，甚至是每个人说的话对不对？在社交媒体上面，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很清醒的去使用媒体呢？我常这样子讲啊，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 detective， 一个侦探，什么事都抱着怀疑。什么事都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把为什么一直放在自己的脑海。为什么我现在会看到这个资讯？为什么这个部长会说这个话？为什么这一个人会 like？ 为什么我这个朋友会 share？ 为什么会放 angry？ 为什么有些人就算是 share 也没有放 caption？ 大家知道有些人只是 share 不要放 caption， 不要以为没有意见。有时候某一种沉默也是一种立场。尽量在使用媒介的时候，你是一个侦探，要破案，你抱着破案的心态去看每一则新闻、每一个讯息、朋友的东西。大家应该会发现，脸书还是社交媒体，常常有一句话就是很神网友啊，神奇的网友竟然找到很多蛛丝马迹、放大什么之类这种东西。但这些网友真的是网友吗？这个网友会不会是自己的人，就是已经准备好的东西，就是当做网友散发出来？这就是我希望今天可以带给大家一直去反思的。你看到的东西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们2个也没有办法很认真或者是很条例式的跟大家讲说怎样培养所谓的媒体素养这个部分。可是保持警惕就是第一步，保持好奇，保持警惕，然后保持怀疑就是第一步。因为在这个社交或者是网络的世界里面，它的背后或者是这些 app 的发明，它都是有含义的。包括为什么要做 live， 就是也是要让你在上面留得够久。为什么要让你打赏？因为你跟那个人有连接了之后，你每一天都会跑回来找他。其实这些创造都是有原因的，这样子。在善用媒体的时候，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怎样的时候，我们尽量要去判断这个所谓的新闻的根源。是善意还是恶意？因为有时候你会看见有些新闻是善意，只是有些记者啊文笔不好，还是主编改的不好，然后改到很粗糙，你知道，就变成明明是好的东西，就变成怎么变成一个烂东西的感觉。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写得很好的，但你追溯，其实后面藏着很多的恶意。它好像看起来是包装，但它其实无形中挑起你跟某些事情的对立面跟不合。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写，无论写什么类型的文章，我一直提醒这些事情。我写这个东西，我给大家看的时候，我尽量是不是让大家多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多一个大家去互相去化解误会或者是包容的可能性。我看回我们这一届的选举，很多人说烂苹果选不到怎么办啊？不想选了。慢慢很多人政治冷感。
我说我尊重你的政治冷感，但你的政治冷感是不是停留在一些表面？我会去问他，为什么你觉得政治跟你没有关系？你真的觉得大家都烂吗？我会打一个问号，是因为你只是看大众那些报纸写的这些放大这些东西啊，去新加坡要新加坡人来当马劳啊这些东西啊，还是说你真的有看到，其实有一些人有发表好的政见，只是因为大家碍于流量没有去报道？你真的做完整的 survey 了吗？这个是我一直也在问自己，也问大家的。所以我常讲，在这个时代啊，看起来我们都活得很方便，一个手机就可以找到一个人，在家用一个手机，食物什么就可以网购上门。便利是好的，但便利永远换来一件事情，就是惰性、懒惰。因为方便了，你不想动，也变成你懒惰思考。我什么东西都想要轻松，我要娱乐。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这个就是现代人我们有的一个习性而已，没有对跟错。这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整个大环境在改变了，才会变成我们现在形塑成你现在看到的我跟你。所以对我来讲，冷感还好，无感是最可怕的。当你慢慢变成一个无感的人的时候，在这个觉醒之前，我希望大家都尽量去接触不同的人，去看不同的视野，去让自己这个脑容量去增大，去吸收不同的资讯养分。这样子的话，你才知道哦，世界上除了 A、B、C、D， 可能还有的选项到 Z 也说不定。所以当你经历所有事情之后，你才对那个事情下判断。这个事情就算不是对，但是它一定是对你自己的生命历程有特定的意义的。这个东西就是会发展成你生命的印记。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我最后补充一下，因为我刚才还是有上网做资料的 ，OK？ 媒体素养的话，它有几个步骤，可能大家都可以自己想想。它就是截取，所以就是你截取新闻的地方啊。第二个就是分析，然后再来去评估，再来就是制造。制造就是你留言啊，你转发消息啊，你就是制造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四个大家可以自己在每一天你的生活当中去想想看，你这一个过程，其实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你抱持的态度是什么 ，OK？ 截取、分析、评估跟制造。当然，我觉得在不同的环境底下，其实这四个你就斟酌嘛，它其实就来来回回，一定有某一个步骤少，有某一个步骤多这样子。其实，在网络的世界，都是一个修罗场，它其实是一个欲望的投射的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如何要怎么样去寻找一个更正确的资讯，或者是我们要选择放大 subscribe 一些什么这样子？比如说一些优良的媒体，你们就应该 subscribe 它这样子。比如说像是当今大马的那种，最近真的是做了很多不错的大荧光笔。对，竟然没有先推荧光笔。OK 好。然后我觉得其实媒体素养还有另外一本，其实我想推荐的是这个。对就是也是不错这样子，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